好的，今天我们来讲讲耶稣在加百农的故事。这个地方在耶稣的传道生涯里地位非常特殊，甚至被称作是他自己的城。那么，为什么是这里？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成了一场改变世界运动的起点呢？我们这就开始。首先我们得看看加百农的地理位置。你可别小看这个地方，它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渔村，它正好坐落在一个国际贸易的大动脉上。这条路连接着当时的大马士革和埃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商人、士兵，还有各种旅人从这里经过。所以在这里讲的任何信息，就像往湖里扔了颗石子，那个涟漪能迅速地传到整个罗马世界。我们来想象一下那里的画面，气候特别温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田野，湖面上飘着点点渔船，岸边的棕榈树和橄榄树随风摇曳。这里不光是风景好，更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你想有辛苦劳作的渔夫，有精明的商人，还有罗马的官员。耶稣在这里能接触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这给他传讲教导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舞台。好了，到了安息日这天，加百农的会堂里，那是里三层外层挤满了人，连门口都站不下了。当时那个气氛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拿撒勒来的木匠，知道他有些与众不同，所以当耶稣一开始教导，整个会堂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人们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不是以前听过的那种枯燥的说教，而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感受过的力量，让他们心里非常震惊。那他的教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么说吧，当时的文士和长老，他们讲东西总是小心翼翼地引用这个传统那个规条，翻来覆去的解释，听起来特别刻板，没有生命力。但是耶稣完全不同，他说话带着一种活生生的不容置疑的权柄。他不引用谁的话，而是直接把真理讲出来，就好像真理本身通过他在说话一样。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启示。而且他讲的道理，用的比喻，都是人们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比如天上的飞鸟，田野里的百合花，还有寻找迷失羊群的牧人。他就用这些简单又具体的事物，把那不朽的真理给说明白了，把天国的奥秘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让那些普通的渔夫、农夫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神圣的道理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这么真实，这么亲切。可是就在耶稣讲到关于自由和释放的真理时，突然间一个特别尖锐、特别可怕的喊叫声一下子就撕裂了会堂里的平静。一个被污鬼附着、备受折磨的人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他表情狰狞，眼神疯狂。他这么一出来，所有人都吓坏了。原本一个庄严的教导场面，瞬间就陷入了混乱和恐惧。大家注意了，接下来这一幕非常关键。第一个当众认出耶稣神圣身份的，你猜是谁？不是他的门徒，也不是那些虔诚的民众，反而是附在那个人身上的污鬼。他借着这个受苦的人的口，大声喊出了耶稣的真实身份，就像路加福音第4章34节里记得那样：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黑暗的权势在光明面前自己暴露了自己。面对这种来自黑暗势力的公然挑衅，耶稣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跟他争辩，他只是用一句非常简单、冷静，但却充满绝对权柄的命令，直接对那个污鬼说，正如路加福音第4章35节所记，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话里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所有人都看呆了。那个污鬼在最后的挣扎中，把那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伤害到他分毫，然后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这个之前看起来那么可怕、神志不清的人，居然自己站了起来。他眼神清澈，神志完全恢复了，满心欢喜地在那儿赞美神。一个彻底的释放，就是这样活生生的在所有人眼前发生了。你想想看，当时会堂里的人们全都惊呆了，一个个说不出话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然后就开始小声议论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有权柄的新道理呀！他们这下才明白，耶稣话语里那种非凡的权柄和他能胜过污鬼的权柄其实是同一种权柄。他们亲眼见证的不只是一种新奇的教导，更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来自神的大能的展现。好了，离开喧闹的会堂之后呢，耶稣和他的几个门徒就来到了西门彼得的家里，想休息一下。毕竟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可是呢，就算是在这个私人的空间里，痛苦也一样存在。他们发现彼得的岳母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耶稣就走到妇人的床边，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他斥责那个热病，就像他之前斥责污鬼一样，好像这疾病也是一个需要被赶走的仇敌。话一说完，高烧立刻就退了。那个妇人不但病好了，还马上就下床，开始服侍他们，这说明他的力气也完全恢复了。你想想，一个是在会堂里公开行的神迹，一个是在家里安静静的医治，这两件事的消息加在一起，就像野火一样，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加百农场。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所有人都非得等到太阳下山以后才来呢？是这样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安息日在那一刻才算正式结束。在安息日里，人们是不能走远路，也不能抬重物的，比如抬着病人。所以太阳一落山，就好像一道看不见的闸门被打开了，整个加百农城的人都朝向了一个方向涌了过来，那就是彼得那个简陋的家。你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家门口那个场面，简直就是当时人间疾苦的一个缩影。整条街都挤满了人，他们带着所有生病的、被鬼附的亲人，有的被抬在担架上，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被朋友家人搀扶着，几乎你能想到的每一种病痛都聚集在了那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长久以来的折磨和最后一丝的希望。耶稣并没有说大手一挥，对着人群喊一句你们都好了，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一个的接待他们，触摸他们，为他们祷告。他就这样1个小时又1个小时不知疲倦的工作，直到最后一个受苦的人都得到了医治。那天晚上，加百农的夜空下充满了压抑了很久的哭泣声，也充满了重获新生的喜乐欢呼。经历了这么成功、这么忙碌的一夜，换作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沉浸在大家的赞美里，或者累得睡到第二天中午。但是耶稣呢？天还没亮，全城都还在沉睡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到旷野祷告。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他事工的核心秘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不是来自公众的拥护，也不是他自身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他和天父在安静中的亲密交通。后来，门徒们好不容易在旷野找到了耶稣，他们特别兴奋，几乎是带着催促的口气对他说：“所有的人都在找你啊！”在他们看来，加百农这股狂热的浪潮简直就是建立一个地上新国度的绝佳机会。他们好像已经看见了一个以耶稣为王、以他们为核心的强大运动就要开始了。但是耶稣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温柔地把他们的目光从地上的成功引向了他真正的使命。就像路加福音第4章43节里说的，他回答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说得很清楚，他的呼召不是只在加百农做一个受人爱戴的能行神迹的医治者，而是要把一个关乎永恒国度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带到更多的地方去。那么这一切就引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耶稣的使命到底是为了行神迹本身，还是为了那些神迹所指向的那个更伟大的真理呢？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人们只关注身体的医治、世俗的成功，就会忽略掉他真正要带来的那种关乎人内心和永恒的救赎。所以他在名声达到顶峰的时候选择离开，去往别处传道。这个决定直到今天也仍然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事工的真正核心到底是什么。